小子，你当真愿意为了那小凤凰进九渊煞域？当然，我犯下的错，无论如何都要承担。哎呀，那九渊煞域之中，有噬神花盘踞，还有不少实力强大的魔，连我都不敢进去。你区区一个仙君，不要命了？龙君这点放心。实不相瞒，我手上有一件天梭衣，可保我万全。天梭衣？等，你等等，就是那个可以隐藏天地万物气息的天梭衣。这不是神界的东西吗？你怎么会有这宝贝？你到底什么人？我不就是碧波他七姨家邻居侄子的表弟吗？拉倒！你不愿意说，本龙也懒得听。地卷真神确实在我身体里留了一分神元，可以打开九渊煞域，但是我需要你为我做一件事。宁云山，这宁云山啊，是我们水宁兽族的洞天福地，那里有一处玄湖啊，是蕴养我们整个水宁兽族的灵力来源。你若想复兴水宁兽族，就必须要找到这宁云山。还有你那小阿宇，灵气受损，就更需要那宁云山玄湖的蕴养，才能够破壳而出。那宁云山在哪？这宁云山设有特殊的结界，能够隐匿于山川湖泊之间，本是为庇护灵力低微的水宁兽所设。但这7万年前，仙魔大战，啪，这水宁兽啊，还有这宁云山，就不复存在喽。那，祖宗前辈，祖宗前辈，妹妹啊，你放心，我肯定能找到宁云山。九渊，原来九渊结界就在紫月当中。小子，我的力量只能够将结界打开1个时辰，否则里面的魔就很可能突破煞域结界。拿到东西赶紧回来，不要节外生枝，以免丢了性命。明白。这是在做什么？你刚才做什么？你看见我？这是九渊煞快域。回去，这里很危险。你要找凤影仙缘，也得让我跟你一起去。这是我们2个人的事情，你这人做事不靠谱。我俩一块儿去。你等等，你灵力那么低，真的很危险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看我，看到了吗？在这儿呢，厉害吧？但我这就一剑，我没法保护你。哎，好了，走吧。这就是九渊煞域。哎，别乱跑！这些叫噬神花，很危险的，可以吞噬诸天万物。以你现在的修为，碰一下就没命了。只要我们有接触，天梭衣就能保护我们的安全。父皇有反应了，这梧桐树果然在这儿。不过这个地方这么大，得去哪儿找啊？应该在那个方向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感觉到。好吧，去看看。没事的，这里有结界，这些魔物进不来。快去仙缘。
又取得一份。走吧。哎，等等，我答应了3火龙君，帮他取梧桐属性。你等我一下。一定小心。小狐狸，气息这么弱。你别怕。我不是来伤害你的，我是来救你的。弘毅，火黄玉竟自己送上门来。阿金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有事吗？我没事，你呢？弘毅我也带上了。这些东西太难对付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嗯。阿金，不好，要出大事！你打开鲨鱼结界了？阿金他进去了？没有。他肯定进去了！老龙，你闯大祸了你！哎，等会儿。这小仙君是什么人啊？你这么着急？阿金就是缘起啊！颐和和地卷神君的独子，下三界唯一的真神。他要是被噬神花吃了，颐和神君不抽你龙筋才怪！哎呀，小神君呐，你说你不在神界好好的享清福，你跑老龙这儿来闯什么煞域呀？你怎么办？没事没事，小神君有天梭衣护体，应该不会被魔物发现的。你个笨龙！你
不知道天梭衣的时效是由使用者的先例所决定的吗？阿金现在神力未觉醒，先例还不到下军，只怕早就暴露行迹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救阿金。哎，你别拒人，去了现在也没用啊！小心啊！走啊！失效了。没事吧？快用遮天伞！啊什么？用净化水月吧。啊！急阵！展翅没汪洋，海皆有大浪，借一身风浪，谁能阻挡？大事无常，可爱恨之狂。天说何必指望？若疯狂，若遗忘，能当作梦一场。不知轮回，皆他不去模样。不曾跌跌撞撞，历经风霜。如何敢想抗？总会你要故事战一场，不曾轰轰烈烈，故事结场，如何才能疯狂？回首，天地间一片苍茫。想逃？你不会就是刚才那个小狐狸吧？坐稳了。接住！接住！接住！不好意思啊，同志。没事儿。小狐狸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遮天伞呢？刚才为什么不用遮天伞？遮天伞，我灵力消耗太多了，伞没打开。你胡说！你知道的，就算是伞不开，也能撑个一时半刻。伞呢？那今时不同往日，我在禁谷里头的时候，跟在九渊里那能一样吗？你把伞借给华叔了。哎呦，我好像受伤了。哪儿了？你们不用管他，他装的。我没装，我帮你查查。当然要看，受了那么重的伤，当然要查一下，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伤了，对吧？阿姨，好不好？我确实是装的。这遮天伞，我当时，阿金，不好，这次是真的，有魔气从伤口侵入身体，损了心脉。啊，阿金，快扶他起来！阿金！要是被妖龙发现，只怕功亏一篑。火黄玉，下次再拿也不迟。哼！为何他对我的治愈术一点反应都没有？碧波，你是水泥神兽，你肯定有比我的治愈术更好的办法，对不对？是，快交给我！但这术法要灼伤自己的内丹，你想清楚啊。那好，听诀。
经醒了。阿姨，你没事吧？阿姨，辛苦了。我就知道，还是你对我好。你这般心思，若是你在华叔面前用上1半便好了。为何要将伞借出去？又来。我在人家面前唱黑脸，好不容易才保住了伞，你倒好，转头就给人送去了。刚才是有些险，但我们这不是也把那些魔击退平安回来了吗？若是有了遮天伞，我们至于陷入这么危险的境地吗？我与你出生入死，一起找火凤仙缘，你当真有把我与你的性命放在心上吗？我说一直为何练不好镜花水月，于是我与你根本就不在一条心上。哎，这就是我的问题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连说都不说，说借出去就借出去如了。何驯化我的主人？阿健啊，这是把你当宠物养了。耐魔法、激将法、催眠术。你说练不成镜花水月是不跟我一条心的，你就是这么跟我一条心的。我就只是偶尔看看的。偶尔看看不是看，我还以为你是真心实意对我好。结果，如何驯化我的主人？那不是因为你先力低，平日又懒，我会想这种办法提升你的修为吗？你还嫌我？我还嫌你当我的灵兽呢！你这个灵兽，无力之差，脾气又那么差，我才不想养你呢。好，既然都互相看不惯，那就赶紧找到火凤仙缘，一拍两散。行，解就解，但只要一日不解，你就一日是我的小仙婆，你休想再用这种旁门左道左右我。是这个笨蛋估计，早知道我就不管你了，说什么都不听。小狐狸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没事就好，要不然狐王又该担心了。你一只普普通通的小灵猫，怎么会有治疗的仙术？不对，这是水凝社才有的法术，障眼法。我刚才都救你了，我们也算是朋友，你要替我保密的，水凝兽倒是可以助我一把，好吗？那是自然。谢谢你在九院救我出来。哎，对了，刚刚听你在念叨古镜。你别跟我提他。哼，原来真是那个不学无术的家伙。可惜我内丹受伤，不然我现在就替你撑腰啊！哎，啊！你别怕，我来帮你。你只是现在好一些，不过恢复内丹的话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谢谢你。
投其好，顺其毛，以夸赞奖励之法，循序善诱，为之引导。具体步骤可参照驯养灵犬之法。什么绿豆糕，投其所好，竟然是为了驯化我。没想到在九渊，竟然让那丫头冒险来救我，着实有些不该。不行，下次绝不能给她机会挡在我前面。阿英，阿英啊！阿英，阿英，阿英，快停下来！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给我过来！啊！干什么啊？过来！不是你干什么啊？刚才那种治愈方式，谁教你的？碧波教的。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这样会要了你的命啊？我知道，那又怎么样？什么叫那又怎么样？水灵兽本来就是治愈兽，我还就是来救人的。好了，你别管了。我不许你用这种法子，你连自己都管不好，你还管别人，到时候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，得不偿失。你能不能别说话这么难听啊？我方在救你的时候，你还说谢谢我呢。你这个就叫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你方才也是用这种方式救的我，那不然呢？谁允许你那么做的？你，哎，你等会儿，我平时跟你要一颗丹药，你瞧你那抠抠搜搜的样子啊！这么多珍稀的灵丹，你眼睛都不眨就给小神君啦？那是当然了。你有意见？哎，给我一颗，就一颗啊！就一颗，就一颗！你臭老龙，就一颗，撒手！就一颗，你给我怎么了？给我呗！哎呦我的仙丹呐！你把你那灼烧内丹的治愈方式交给阿英了。阿金啊，那阿英本来就是水凝兽族的一员嘛，我教给他一些本领，有什么不行的吗？爸爸，你是水凝神兽啊，它就是一只普通水凝兽，你能活多久，它能活多久，那能一样吗？这水凝兽的内丹灵力关乎到它的性命，它用这种方式救人，它要折寿的。我这不也是担心你收集仙源一路危险重重的，所以才交给阿英，希望能在关键时刻保你一命。保我一命？我要是需要一个灵兽的牺牲来保我一命，我拿块豆腐撞死算了我。呸！什么死不死？欺负碧波干什么？我的仙丹！我跟你说，这是我的灵力，我要给谁用，怎么用，这是我的权利，你没有资格知会。会有你那么蠢的仙兽啊！我那是一片好心，你当成……当初是谁要挖我内丹取我性命的？我随口说说，你干嘛那么记仇啊？我就是记仇。是，小爷我偶尔是有些嘴毒，但除了这一点之外，我浑身上下哪里不是优点？你不会欣赏就别乱说。大泽山废柴20族，是我取的。你别吵了！你看你把我的丹药踩成什么样子了？你俩既然互相看不惯，干嘛还要做主仆呢？你把主仆的气解了不就好了吗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但这不是说要收集完凤羽仙源才行吗？谁跟你说的？
你们的气是东华用他的半神之力设下的，那仙界有半神之力的仙君都可以帮你们解开。龙王也能解开？那个，我是妖界半神，插不上手。哎呀，至于其他人嘛，你们去打听打听啊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岂不是很快就能跟他解开主仆器了？如果老天有眼，我希望下一秒就把这主仆器解了，还我自由。怎么又跟他吵架？养个灵兽也太难了。喂，没想到10年过去，你不仅一如既往的菜，还学会欺负小姑娘了。东华有你这样的徒弟，怕是在神界也不得安生吧？说什么呢？你谁啊？弘毅，算你识相，还认得我。还伤着呢。你有病啊！你明知故问。我告诉你，若不是当时你有伤在身，这一下我早还回来了。看来，答应把你伤治好了。没错，我欠他一个人情。既然你这么欺负他，我可不想看着他继续跟你受委屈。我要把他带走。想什么呢？他是我们大泽山的人，大泽山的事轮不到你们狐族来管。听说过吗？强扭的瓜不甜。阿英根本就不想做你的灵兽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何必跟一小姑娘过不去？不如解了你们这主仆器，还阿英一个自由，如何？松开！还美其名曰还他自由，我看你是图谋不轨。我不过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罢了。毕竟我们狐族可不像你们仙族这般蛮横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带回金幽山？我回不回狐族用你管？哦，我受你姑姑所托把你带回金幽山，你说我有没有资格管？有劲，少拿他压我，信不信我揍得你元神出窍？想动手是吧？来啊，正好我刚练就幻化元神剑的本领，拿你练练手。你去哪儿啊？怂了吗你？你实在是太过分了！你要是有什么不满，你可以冲着我来。为什么要欺负一只受了伤的小狐狸？还有你啊！你都受伤了，也不知道防着点，坏人！他先动手的好吗？小神君，那个狐族那小子被关进九渊一事，老龙已经查清楚了，是误入九渊。还烦小神君您帮忙安抚一下狐族的情绪，千万不要让他们把事情闹到颐和真神那里，告老龙一个失职之过，不然老龙这条龙筋那就……放心，会保住的。小野，你呀就别和阿金一般见识了，两人结伴总要和和睦睦才好，对吧？放心吧，我不会跟他一般见识的。高四，走了，走吧，走吧。
九渊，弘毅怎么会去那里？具体情况晚辈也不知情。但我们确实是在九渊煞域找到的弘毅。进九渊可不是小事，弘毅何在？啊，在这儿，在我的乾坤袋里。出来吧。弘毅在那里。快出来吧，到家了。他不在乾坤袋里。我早上明明看他进了乾坤袋，我还以为东华圣神的弟子有多厉害呢，没想到一样也喜欢自吹自擂。就是现在诓骗大家聊天了。各位先别着急，我们从来没有要诓骗狐族的意思。但弘毅确实跟我们分开才不久，这乾坤袋中应该还有弘毅的气息，有没有骗人，诸位一试便知。哦，对，一试便知。看来两位并未撒谎。弘毅要是肯乖乖跟你们一起回来，倒不像是他的性子。国王殿下，虽然我们没有成功带回弘毅，但至少我们把他带离了九渊煞域，进金幽谷寻凤隐仙缘一事，还希望国王殿下通融。既然你们已将弘毅带离紫月山，我狐族定言而有信。红火，带他们去金幽谷找小火凤的仙缘吧。记住，不要叨扰了那位前辈。好大的梧桐树啊！红火求见无归前辈。无归前辈。无归前辈。树灵不在，我先带人四处找找。我感觉火凤仙缘好像就在附近。你又感觉？你之前就说自己能感觉到火凤仙缘，这是你们水宁兽特有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相信我？我说我能感受。好，那就分开找，看谁先找到。你去那边找。去就去，好端端生什么气啊？没错，一定就在这里。哪里来的狐族小儿，竟敢侵扰我的禁地？是你，你认识我？你身体里有他的一部分。哪里来的臭小子，竟敢坏我的好事！我去找狐王。想走？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怎么了？哎呀！此乃无幻之境，我在古籍里看到过，要破解此境的唯一方法，就是要找到彼此的位置，再使出水系法术。水系法术，
啊！镜花水月，聪明。疼吗？没事，养养便好。乌龟前辈，我们是大泽山的弟子，没有冒犯之意，但我们想要求得小火凤仙缘回归，助他重生，还请您把火凤仙缘还给我们。阿燕，我记得你之前好像特别想听凤翅前辈的故事，对吧？要不要听我讲讲？其实当年，乌龟前辈本是梧桐岛双生祖树之一，7万年前曾与当时的凤凰凤翅相爱。神魔大战中，凤翅战死，前辈偷偷收集了凤翅仙缘，为他重塑躯壳，封其记忆。与其为伴。然而前任凤凰不死，星火凤便不能诞生。凤翅，凤族察觉后，恢复了凤翅的记忆。不要走。凤翅选择离开前辈，让自己涅槃消散。而这位前辈被凤族驱逐，后为仙虎王所救。他一直愿凤翅决绝离去，心碎之下，决定留在静幽谷，为狐族驯养幼狐3万年。不过我听说凤翅前辈好像去求了祖神，但是求了什么不知道，会不会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没错，确实有难言之隐。这乌龟前辈带着凤翅前辈下凡，按照当年的律法，当被施以玄雷极刑。不过呢，凤翅前辈为了保护他，跟祖神做了一个交易。做了什么交易？哎呀，可惜现在乌龟前辈也不在这儿，说给谁听？那若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先走吧。嗯，走吧。哎，等等，快告诉我，他跟祖神到底做了什么交易？祖神，是我求他逆天而行救我，是我让他删除记忆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与乌龟无关。我自愿涅槃，换新的火凤诞生。但请您改变火凤一面，方有一生的命可。我只请求，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孤单的火凤，也不会再有第二个伤心的乌龟。那你是否会后悔？我不后悔。不是这样的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是我，是我。其实当年凤翅前辈也不想离开你，但他没有别的选择了。我原以为我能保护得好他，可我却将这一切都搞砸了。凤翅前辈也不希望你一直活在痛苦当中。我们要找火凤仙缘，就是为了凤影回归，这也是凤翅前辈的心愿。我差一点就把他的希望毁于一旦了。火凤的仙缘还给你们。多谢前辈。
多谢前辈。仙缘你们已经拿到了，回去吧。乌龟前辈，有一事想要麻烦你，你不是仙界半神吗？可不可以帮我们解开主仆器？